快给曹夫人松绑！曹夫人，你能不能好好解释一下关于电台的问题？电台是我公公的。大队长，我看电台有可能是曹会长的。住嘴！未经我的许可私自伤害曹夫人，不可饶恕！大队长，是，不可饶恕，不可饶恕。曹夫人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曹会长要电台有何用？那是商务电台，为我公公做生意，是我从上海带到佳木斯的，跟你联想的政治无关。什么是联想的政治？捕风捉影。可房间中弥漫着金属的气味，这电台还有余温，这说明我们进去之前，他正在给共产党发报呢。佐藤君，千真万确。我可以为杜小姐证明，此电台确属杜小姐为了曹老先生的生意从上海带来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曹夫人为什么会发报呢？啊，杜小姐会发报，是我教的。哦，杜小姐本来不会发报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跟我学发报的。其实啊，当他知道电台没有购货发票，不能注册时，还曾经委托我把电台给卖掉，是我让他留下来的。曹会长，令席用这个电台为你做过生意吗？是，因为现在生意做得很大，有些需要和外省联系，所以需要用电台。曹老先生，你和新京海关那笔生意就是杜小姐帮您联系的。是。曹会长，只要你愿意继续为协和会提供所需的费用，帮助培养协和义勇军，宪兵队是不会过问你那批特殊货物的事情的。这个，佐藤先生，培养义勇军，青年团、少年团这笔费用，还有我们捐助给你们宪兵队的款项，都是由我儿媳妇在操办。所以我希望佐藤先生能够尽快将我儿媳妇释放。好，请坐，曹老先生。小全军，你为什么要主动教授曹夫人发报呢？这个，此人有超人的天赋，且善于人情世故，家庭背景显赫，社会关系通达。我的特高课需要这样的外围人员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谍报在中国从夏朝就开始了。女爱打入韩卓的统治中心，刺控情报，帮助少康攻克九都，最后诛杀了韩卓。建都阳夏的故事，小全军知道吧？间谍工作起源于更早的时代，它比著名的《奥德赛》《特洛伊木马记》还要早呢。小全军号称谍史百科全书，在下佩服。不过，中国的36计第31计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佐藤君，在历史上被美人计迷倒的，大都是那些有名的暴君和无能的佞臣，和那些区区的武夫。在下认为，应该汲取的是第10计，笑里藏刀。
大队长，我用我的人格担保，我的妻子是清白的。正因为她是你的妻子，所以你的担保一文不值。小泉君的担保才是重若千钧。佐藤先生，那我的担保呢？啊，曹老先生是皇军最好的朋友，您的担保也非常重要。紫仙君，其实这是一场误会，一场天大的误会。不打不相识吗？曹老先生，您说对吗？对对对，不打不相识，不打不相识。嗯。曹夫人，经过调查审理，证明你是清白的，这是一个误会，请您多多原谅。现在，您可以回家了。紫萱呢？为什么不让他来接我？为了证明您的清白，我让他在大门口等您。既然我是清白的，把电台还我。您的电台属于违禁物品，应依法予以没收，不能奉还。好，那我就请我在英国的朋友再给我买一台。我还认识法国的、欧洲的。不管在哪儿买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购物凭证。葛队长啊，替我送一下曹夫人。啊，快去啊！是。嫂子，请吧。嫂子，你听我说呀！嫂子，我不是人，我他妈是畜生！嫂子，你骂的对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！嫂子，你看这你可是知道的，我和子轩都是吃日本人这碗饭的。嫂子，不是嫂子，这事你可千万不能让子轩知道啊，不然非跟我玩命不可！嫂子。这里，好。雪岩，爹，雪岩啊，爹以前错怪你了啊！我现在知道，你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好，为家好。爹，我在外这几年都是为了学本领、长见识，没有一天忘了咱们这个家。我们回家吧，啊！你开呀？是啊，姐，我开。您走好啊！哎，我才看见你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刚才从里面经过的时候，正巧他在那儿办事，是吧，葛队长？对，正好碰上嫂子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请。走了。薛团同志，你受苦了。
皮肉之苦真的没什么，丢了电台，心里很疼。人没出事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电台我们可以重建。电台我一定会重建的，跟省里联系需要电台，还有 A9001的呼叫，没有回音也需要电台。是啊，不过经过这件事情，狡猾的佐藤一定会对曹府进行监视，今后你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，重建电台的困难会很大。活动没有问题，子柔会替我掩护。电台你也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快重建。你的担子更重了。不过前景还没那么糟。子柔的成长让我十分高兴，特别行动队也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。曹弘毅也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曹子轩的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具体情况还不好说，但是我敢保证，他这个人本质很善良，富有同情心，一个真正的好人。你说的是传统道德，我问的是他的阶级立场、民族情怀和爱国精神怎么样？矛盾吗？当然，连自己的国家都不顾，甘心为日本人做事的人，能说他是善良、正派吗？雪三同志，你是不是对曹子轩产生幻想了？幻想不幻想，我不好说。我只能说，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，也没有伤害过我们。那是他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雪三同志，我提醒你，你们的私生活，组织上不多过问，但在阶级立场上，你必须和他保持距离。当然，你和曹子轩毕竟是夫妻，何况在工作上利用的也是你们的夫妻关系。但是雪三同志，到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足够的距离，要警惕，不能相信他，更不能对他暴露身份。知道了。雪岩同志，根据形势变化，特别行动队的任务范围有必要进一步明确。除了锄奸工作外，必须担当起情报、行动、统战、交通联络的各项工作，每一项都必须出色的完成。哦，对了，你提出的关于发展子柔同志入党的问题，组织上经过讨论已经同意了，就由你和李旭同志作为他的介绍人，怎么样？感谢组织，感谢领导，我替子柔谢谢你们。被安排在王道俱乐部上班，感觉怎么样？嗨，那还不是每天人模狗样的。哎呀，现在呢和老板也混熟了，哎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就是每天啊，老跟人点头哈腰的，啊，真让我受不了啊！哎，这是雪蚕给你安排的，就是要磨磨你的性子。雪蚕？什么时候我能见他一面啊？说实话啊，我还真有点佩服他呢。哎呀，能让我老同佩服他，还真没几个。服气了吧？那就好。不服不行啊！就是上次啊，给咱抗联那个。就说上回吧，去北大饭店。哎呀，那个设计，那个安排，
那简直是天衣无缝。哼，过瘾。什么时候还能捞着这种活干干？这想起来啊，我那骨头都是痒痒的呀。只要你们好好听雪蚕的，总有你们露脸的时候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听说山里面打了胜仗了，大家伙都深受鼓舞。这都是雪蚕同志的杰作。真厉害！哎呀，你一上任就这么厉害啊？那将来，我看还不得翻江倒海啊？所以你要好好的听他指挥啊。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他有没有说我们近期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呀？雪蚕同志让你马上在各个路段设立探点，严密监视敌人动向。这是什么工作呀？这不叫关公卖豆腐，没意思，我不干。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吧？我们要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如果不及时掌握敌人的新动向，我们怎么有力的打击敌人？哎呀，好，我服从命令就是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听从组织安排，没有雪蚕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轻举妄动。好，我就听雪蚕的话。我老同这人啊，就像匹猛马，谁把我驯服了，我就听谁的。请。杜小姐，这儿有点简陋，请您别介意。好神秘的地方。贞子，上茶。嗨。杜小姐，请坐啊。谢谢。中国有句古话：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”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咱们在火车上的一面之缘，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这样大的转变。如果杜小姐的人生继续改变的话，您将作何选择？小泉先生，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，但是还是让我吃了不少苦头。哦，都怪你，让我保留那个电台，还叫我发报。我好不容易为我爹刚做了2单生意，电台就被抄走了，还吃了不少苦，差点小命都丢了。杜小姐，您稍等啊，稍等。稍等。
杜小姐。哎，啊，来，啊，打开。什么东西啊？打开嘛。哇 ！YEW， 昭和7年仿德式电台。Perfect。这么精致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太完美了，但是我害怕它是潘多拉之盒，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再也不敢有好奇心了。小钱先生，我这次来是向您道谢的，感谢您出手相救。没什么事情，雪岩先走了。哎，你先别走，杜小姐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有件事情到了该告诉你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对，好像有这么一句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到了可以告诉你的时候了。我的身份和业务，你是知道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是专门负责各类情报的搜集、整理、分析和传送工作的。我的特高课虽然从属于满铁，部分业务听命于关东军，但在必要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向大本营报告。这是小泉先生的工作，雪岩只是一个半休的记者，实在不知道我的工作跟小泉先生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了获取情报，我们渗透到各类军队、各种政党和各个社会阶层，打入不为人们所知的各个角落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和技术精英。小泉先生，您太棒、太优秀了。可是我还是想象不出，我的工作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？自从在火车上与小姐相遇，我就视小姐为知己了。杜小姐不仅风情万种，天资聪颖，尤其是这双手啊，真是干谍报的绝选。如果能从事小泉的事业，为大日本帝国做些事情，那将是小泉莫大的成功啊！现在雪岩算是听明白了。虽然雪岩和其他美女一样，贪恋时髦，追求奢华享乐的人生，但是我毕竟是个中国人。如果我为您做事，首先良心有所不安，我最害怕的是有哪一天撞在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上，岂不是悲哀啊？我害怕。那杜小姐的丈夫和公公都在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情，难道他们就心安理得吗？每个人对人生的追求都不一样。我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追求、有品味的人，不然怎么会选择和小泉先生交往呢？好，杜小姐不愧是时代的忘忧草啊！既然不愿从事这么血腥的事业，那我就不勉强了。不过这家电台还请杜小姐笑纳，这一来呀，可以帮助自己的公公做点生意；这二来呢，到了关键时候，小泉有求于杜小姐时，也可以派上用场。既然您诚心诚意的，那雪岩就收下了。不过虽然您每次都能来救我，可宪兵队的那些刑罚太可怕了，我可不想再承受那些了。杜小姐，你的话我明白。这是什么？许可证。
有了他，佐藤就再也拿你没有办法了。您想得太周到了。这样吧，为表谢意，我请您去王道俱乐部，咱们慢慢聊聊天。太好了，好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好啊，好，我等您啊。哎呀，太好了。走。哎，你们的门童呢？门童，哎，来了！哎呀，哦，先生好，请。哎，你不是那个拉黄包车的吗？先生啊，你这记性真好。我是这么回事，我拉车啊，把我这腰拉坏了，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这混口饭吃吧。哦，人生总是有希望的，加油啊！是，谢谢。工作的时候玩忽职守，这样的人是不配拿小费的。走。请，您讲。呸！行吧，老童啊，你就放心吧，别说是一个人了，就是飞过去一个蚊子，我们也能分出公母来。你小子就吹吧，记住了啊，别出岔子，要把我收拾点。走啊！来擦皮鞋了！来，擦皮鞋！卖香烟喽！老板要什么牌子的？好，老道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情况？没有。您这个要吗？好，不要。小心点啊！放心吧。来包香烟，瑞光牌的。瑞光牌没有，汉奸牌要不要？哎，跟汉奸婊子啰嗦什么？不用找了，谢谢。走。卖烟喽！卖香烟！姐，他骂的太难听了，气死我了！哼，骂得越难听，说明姐演得越像啊。我们就是要装龙像龙，装虎像虎。姐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佩服我什么？格兰山那个王八蛋都跟我说了，他说你在日本人面前很勇敢，把他都镇服了。子柔，假如有一天你落到敌人手里，你会害怕吗？不会，
我会和姐一样坚强。子柔同志，我代表组织通知你，你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。啊，好开！啊，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和李旭同志是你的入党介绍人。姐，从今以后，我是在党的人了。是，从前那个在日本鬼子的烧杀中失去爹娘的孩子，现在又找到了母亲。中国共产党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听从党的命令，听从党的命令，遵守党的纪律，遵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，永不叛党，永不叛党。李碧。子柔同志，祝贺你！谢谢姐，真为你高兴。子柔同志，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谢谢。坚决抗日，认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哎呀，你看这，哎，任务的任是个人字旁。好好写。都几点了？老头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要我说呀，咱别等了，先睡吧。行了，睡吧。睡吧。哎，雷子，哎，起来，上炕睡，啊。哎呀，睡吧。哎，队长，才回来呀你？哎呀，都给我起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快，起来开会啊！黑子，快起来！队长，我们都睡下了，你也睡。起来吧。里边的，快点，都起来开会。队长，开啥会啊？快点啊！开啥会啊？都几点了？今天晚上，我被临时省委的刘部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还说，不就是你惹的祸吗？我惹他？对呀，你看啊，那汉奸婊子上你那儿买烟去，结果你把人家给骂了。队长，他可是汉奸呐，汉奸不能骂吗？更何况你不也跟着骂了？我骂可以，你骂不行。为什么？对啊，薛参同志刚刚表扬我们特别行动队做出了一点成绩，得这下可好，又回去了。薛参同志说了，如果把对敌人的恨写在脸上的话，根本不符合隐蔽战斗的原则。我向上级承认错误了，以后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整顿。这么厉害啊？是啊，那雪蚕是一个行家，不服不行。哎呀，队长，要我说呀，这雪蚕说的对，我们就应该装什么像什么呀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装什么像什么。另外啊，上级还批评我们，说我们在个别点上出现了有人无货，或者是有货无做。哎，队长，你还别说，这雪蚕呢还真神。哎，同志们，要我说呀，咱们这次可是摊上了一个好领导啊！对，好领导，好领导。从今往后啊，你们几个除了做好自己点上的事情，以后啊还要经常去别的点上检查指导工作。哎，好。哎，队长，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说雪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哎，他一定是一个老地下。哎呀，不对，
你听这个名儿啊，雪蚕，一定是像赵一曼一样的女英雄。对，对啊，女英雄。错，都错了啊！以我的判断，男女先不说，从他这干练的劲儿上看，他这年龄至少在40岁以上。40岁？从阅历上讲，那至少是立过非凡功勋的人物。非凡功勋呀，那是大英雄啊，那是这么厉害呀！是啊。由于雪蚕同志对敌人构成了威胁，敌人加强了对他的跟踪，所以呢，上级把保护雪蚕同志安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特别行动队。哎，这得我去啊！这4天一定让我去。行了，你们都不能去。为啥？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任务。那谁去啊？谁？快进来，老头。哎呀，老谷，欢迎你！你好，快，请进。好，谁呀？不认识啊。来，好。哎呀，都坐啊，坐。好。同志们，我现在宣布啊，古登甲同志被上级正式调入我们特别行动队，职务副队长。副队长，哎呦，欢迎，副队长，你好。你好，同志们，童队长刚才说的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其实根据情况需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临时抽调保护雪蚕。哎呀，真的，大家要随时做好准备。是。哎呀，曹会长，上回多亏了您呐！如果不是您的面子，我相信很多事情很难办啊！以后多有劳了啊！省长太客气了。我去接下电话啊。好。哪位？爹，我是雪岩。哦，是雪岩呐，有什么事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您的那批货，熊本将军已经答应放行了。啊？放了？你是说熊本一郎中将答应放这批货了？对呀。哦呦，太好了啊！好，那我马上派人去取啊。不用了，我都帮您弄好了，您就放心吧。这你都办好了啊？好了，哎，行啊。好，那我就挂了啊。那我们回去说啊。哎，你这个事儿啊，办得漂亮啊！好。哎呀，曹会长，什么事情让你如此的高兴啊？哎呀，我有一批货呀，被熊本一郎中将给扣了。他要是不放啊，完了，我这公司啊就要倒闭了。那曹会长，最后你找谁把问题给解决了？哎呀，这事儿不好办呐。我找过佐藤，他公事公办，他说这事儿他没办法。然后啊，我找过咱们李省长，他说呀，他也办不了。你看这，曹会长，那是谁这么大的面子，把你的货给要出来了？我呀，谁也没找，最后啊，是我那儿媳妇儿。他一个电话找到熊本一郎中将，熊本一郎一听啊，说行，放行。曹会长，你这儿媳妇儿了不得呀！啊，是啊，哎呀，曹会长，你这个儿媳妇儿啊，不但冰雪聪明，而且呀，还是咱们三江省的巾帼英雄。是啊，曹会长，您好福气呀！好，你怎么来了？长话短说，我还有事情要办。第一，表扬特别行动队最近工作有起色。好的，我马上传达下去。第二，我从小泉清谷那儿搞到一个电台，而且是合法的。太好了，咱们又可以跟山里联系了。是啊，还有，我还搞到一批制造武器的设备，是从熊本一郎那儿弄到的，让老童赶紧送到山里去。太好了，山里的军工厂被敌人摧毁以来，因为没有设备，一直不能恢复。这批机械太及时了。这是我公共货场的钥匙，这把钥匙搁在你那儿，随时都可以出入。